你知道吗？人的运气和打扮真的很有关系。人生最大的捷径就是打扮。任何人，你只要好好打扮，人生真的会开挂。就像古人说的，言语压君子，衣帽正小人，先敬罗衣后敬人。其实你和别人见面，他们都是先看你的穿戴，然后咨询你的家庭背景以及你的谋生方式，以便他们在心中计算出对你的尊重程度。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在人生的巅峰，还是在人生的低谷，都不要放弃打扮和爱美这件事情。良好的形象真的会让你在生活中、职场当中获得非常多的优待，甚至说改写人生、改变命运这种事情都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所以改命的最好方法没有什么，就是穿上漂亮的衣服。越倒霉越要穿上漂亮的衣服。化上妆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疲态、自己的懒惰、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大家面前，尽你的可能维护自己的整齐，哪怕是粗布衣衫，哪怕颜色不好看，没有关系，按部就班，一点一滴便是很快的。只怕你不去做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从本质上讲，衣服是一种能量，是外在能量场的一部分。衣服的能量不取决于价格，取决于它的材质、颜色以及你所赋予的情感有关。衣着不仅能够改变他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，还能影响我们内在情绪的波动。当我们穿上自己喜爱的服饰时，不仅会感觉更加自信，而且会散发出更加积极和吸引力的磁场。得体的服装和打扮，让你一出场就能艳惊四座。因为服装可以增添人的气场，这就是服装给人带来的气场。而强大的气场更能增添人的能量。我们可以说，好的服装对人也是一种形象的加持。再配上一张有善因的口和拥有一颗坚毅自信的强大内心，便可行走天下了。我们在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第一时间给我们直观印象的是这个人的穿戴。人们本能地会对穿戴干净整洁的人产生好感与尊敬，而往往见到那些邋里邋遢的人，会本能地不那么重视。皮囊就是指我们身体状态的外在展现，外表神采奕奕、自信稳重的人，就一定比那些自卑颓废的人更能得到别人的欣赏与肯定。所以说，你的形象就是你最好的名片。你的形象越好，得到的优待和机遇就越多。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实验，有一个实验小组将一个在街头漂泊、头发乱糟糟、衣服破烂的人改造，让他从外观上变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。随后实验小组定期为他打理生活，虽然没有给实质上的经济帮助，但是1年以后发现这个人已经焕然一新了，那些坏毛病都改掉了，还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。他说自己的人生之所以改变，是因为一套昂贵的西装让他产生了要好好生活的勇气。这就是一种能量的加持。这种事情也发生在很多销售的身上。销售穿上昂贵的名牌，会让他们讲话更有底气，
这就是根本原因。这个世界真的是以貌取人的，穿上有能量的服饰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已经有科学家发现，物质是由意识和能量构成的。如果你能够合理地运用物质的能量，就会吸引来更多的物质，同时也会改善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富有、更迷人，你需要接触高能量的服饰来改变这一切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迫切想知道如何判断一件衣服是否具有高能量特质呢？首先，第一点也是最直观最重要的，这件衣服的外观要给人以美的体验。人类的潜意识对美好的事物是无限向往的。在人的意识等级当中，美的意识等级高达500分以上。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它凝聚着设计者、制作者的能量，所以这个衣服即使只是被人看到，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。如果你还可以很好的驾驭它，它就可以助你心想事成。老祖宗都有说过，先敬罗衣后敬人。穿好看的材质好的衣服可以提升你的运势、财气。养人也是这个道理。从形态上来说，美不仅仅是外在表现，更加是你积极向上的特征。从状态上来说，如果你能够搭配驾驭好一身衣服，它就是好的状态的体现。穿着的好看也可以让你激发出更加状态的自己。第二点，要看服装的制作工艺，这里包含着从面料到针脚的精细程度。通俗来讲呢，就是和匠人投入的心血和专注力。一件好的衣服里，能看到背后的用心程度。衣物的面料和质地也对我们的感觉和心情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。丝滑和柔软的材料往往使人感到放松和愉悦，这种正面情绪的提升自然对磁场产生了正面的效应。第三点，衣服的色彩。颜色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不同的颜色能激发特定的情绪。例如，红色常常与激情和能量相关联，而蓝色则给人以宁静和信任的感觉。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衣物的颜色，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提升我们的磁场能量。有人问自己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其实每个颜色都具有特殊意义，只要将其运用在日常生活各处，包括空间配色、个人穿着上，就可为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生活变化。一般情况下，要把色彩的五行特点与其象征意思结合起来进行分析，这样就会起到良好的效果。比如绿色，五行为木，含有清新、自在的感觉，对于情绪起伏较大或希望调和人际关系的人而言，绿色有助于平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。黄色，五行为土，具有凝聚的力量，常被用来提高财运，增加赚钱的机会。通常财运旺的人散发的气场颜色也呈黄色。金色，五行为金，为相当闪耀、亮眼的富贵色彩，可说是众人眼中的焦点，可以为自己增加权势。银色，五行为金，为富贵色彩，具有优雅、稳定的气质，
喜爱银色的人常拥有吸引人的魅力，而银色也可提高贵人运。黑色，五行为水，充满神秘感的色彩，因黑色的能量场比较低沉，建议选择亮黑，是走出好运。蓝色，五行为水，一种独特的色彩，带有信仰的意义，能够协助我们开创指挥，在灵性上成长。紫色，五行为火，带有神秘感的色彩，可提升个人魅力，象征富贵之意，可招来贵人运，有助于思考、创造。咖啡色，五行为火，土，具有让我们放松、舒缓压力与疲劳，增加元气的效果。橙色，五行为火，相当抢眼的色彩，总是带给人意外惊喜，充满欢愉、喜悦。若觉得生活太平淡，就试试它。而第4点是穿过这件衣服的人。某件衣服如果被一个能量等级很高的人穿过之后，这件衣服的能量也会随着飙升。例如，很多服装品牌找了明星代言之后，销量就会翻上几千倍，其实就是名人赋能的结果。当你穿上的时候，会有一种被赋能的感觉。除了选择合适的衣服外，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，以进一步提升磁场能量。一是保持整洁干净，无论是多么漂亮的衣服，如果脏兮兮、皱巴巴的话，也无法为我们带来好运。因此，我们要定期清洗衣物，保持其干净整洁，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，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。二是注重搭配，衣服的搭配也是提升磁场能量的关键。我们要学会利用颜色、款式、配饰等元素进行巧妙搭配，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。同时也要注意场合和氛围的变化，选择合适的衣服来应对不同的场合。三是保持积极心态，穿着打扮只是提升磁场能量的外在手段，而真正决定我们磁场能量强弱的还是我们的内在心态。因此，我们要时刻保持积极、乐观的心态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磁场能量才能保持强大、稳定。综上所述，多穿漂亮衣服确实可以提升我们的磁场能量。通过选择合适的衣服，注重搭配以及保持积极心态等方法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磁场能量变得更加强大、明亮。当我们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磁场能量场时，好运和贵人自然会纷至沓来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。最后，我想强调的是，玄学虽然神秘莫测，但它所蕴含的智慧和道理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应该以一颗敬畏之心去学习和探索玄学知识，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，唯有留下充满感恩、喜悦和自信的服饰。即使数量不多，也不必买太多，而是精简下来，留下经典的款式，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。请相信，服装是有能量的，风格之所以永存，
不是风格本身，而是某种精神的传承，比如独立、创新、爱和勇气。这些精神给服装品牌赋予了巨大的能量，这才是让风格超越时空、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。无论过去怎样，请从今天开始多接触有能量的服饰，因为它才会让你变得更自信、更美丽。万物都有磁场，磁场之间是相互作用、相互影响的。有什么样的形状，必然就会有这个形状所呈现出来的气场。比如一幅有牡丹、天仙、凤凰的图案，就会呈现出一种喜庆吉祥的气场，人们就愿意接近和想拥有这幅画。反之，如果画的是妖魔鬼怪、骷髅头或者是凶恶的动物，就会让人紧张、躲避。世上万事万物都储存着吉凶的信息，用吉则吉，用凶则凶，这就是事物的自然规律。这些衣服穿布的，现在特别是男女青年和儿童的衣服，多会在衣服背上印有各种人头、骷髅像或者鳄鱼、老虎、蛇等图案。大家想一想，整天背着这些凶恶的动物图案，人的运气能好吗？这些图案所散发的气场，轻者会让人身体不好，工作不顺，重者还会造成伤残和伤病。我们的衣橱作为个人空间的一部分，不仅承载着我们的外在形象，也映射出我们的内心状态，更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的运势。就衣服的处理，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实则与我们的磁场和运势紧密相连。物品的整理与清洁被认为能够影响个人的气场，而一个人的气场的纯净与否会直接关联到我们个人的运势起伏。那么衣服如果不适合现在的你了，旧了你还舍不得扔，还在想着将就穿，衣服的作用就不是在衬托你，而是在消耗你的能量了。高能量意味着整体是和谐的，搭配也是如此。比如一条围巾可以百变，比如一个白衬衫可以反复叠穿。最重要的是重复里找到一些亮点。零幺，为什么要及时清理旧衣服？旧衣服与个人磁场，衣服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，它们不仅保护我们的身体，也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感。那些不再穿着的衣物，尤其是那些与负面情绪相关联的，可能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磁场，从而对我们的运势产生不利影响。当我们将这些衣物清理出去，不仅释放了物理空间，也净化了能量场，为积极的能量腾出了空间。想想拟人化每一件衣服，如果你有能力养门客3000，可是其中的一些人你几年都没有见过，这个人的感受会如何呢？保不准你虽然供他吃喝养着他，他也会因为情感价值的严重缺失而心生怨怼，也许在你不知道的场合会说三道四。我们的衣服就好像我们的3000门客，如果用不上，务必要请他去适合的地方，继续发挥它的价值为好。再者说，衣柜门一打开，拥挤不堪的感觉实在是自己找衣服
也麻烦，衣服们也觉得委屈。02，为什么定期整理衣橱很重要？整理衣橱，清理磁场。定期整理衣橱是一种对个人磁场的维护和清理，将不再穿着的衣物捐赠、回收或以其他方式处理，可以为新的正能量腾出空间，从而提升个人的运势。这一过程不仅是物理上的整理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释放，帮助我们摆脱过去的束缚，迎接新的开始。03，旧衣服的情感价值。每件旧衣服都可能关联着一段记忆，无论是好是坏，看到衣服的瞬间就是能量流动的开始。对于那些带有不愉快回忆的衣物，适时的处理可以作为一种情感上的释放，帮助我们摆脱过去的阴影，迎接新的能量迭代。同时，对于那些有着特殊意义的衣物，我们可以选择以特别的方式保留，如改造成纪念品，既保留了情感价值，又避免了能量的淤积。04，打造自己衣橱的好运风水。在风水学中，衣橱的布局和衣物的摆放也有一定的讲究，保持衣橱的整洁有序，避免过度拥挤，可以促进气的流动，带来好运。衣橱的门不宜对着床，以免影响休息者的气场。同时，衣物的颜色和材质也会影响风水，如暖色调的衣物可以带来温暖和谐的氛围，而天然材质的衣物则有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气场。更进一步的细化，可以根据五行来制定自己的穿衣风格会更好。比如土命的人最好多穿黄色的或者红色的，而火命的人多穿红色的或者青色的。05，不要随意地处理旧衣服。处理旧衣服不仅是物理上的清理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整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，选择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衣物，放弃那些不再需要的。这不仅是对物品的筛选，也是对自我认识的深化。通过这一过程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风格和喜好，从而在生活中展现出更好的自己。学会处理衣服，旧衣服不要乱扔，乱扔自己的衣服会带走身上的灵气和能量，尤其是那些穿过后的旧衣物，没有洗直接就扔掉的，有时候被别有用心的人捡去，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。在风水学说中有一种说法，认为把破旧的衣物直接扔掉是十分不好的做法，因为自己的衣服多少都会沾上自己的财气。如果将破旧的衣物直接扔掉，就相当于将自己身上的财气给扔掉了。如果被猫狗等一些流浪动物拖走，就像人被带到了荒山野岭一样，还会使人感到恐惧和害怕。因此，这些说法也都是有源头可溯的。我们不穿的贴身内衣裤，比如说内衬内衣、袜子等等，可以用水洗一遍，因为水利万物，见水为镜。内衣裤丢掉的时候可以剪掉，这些内里的衣服是最接近你本体的衣服，包含你的气味、气息，甚至是能量最多、
切勿随意送人，这些都是你的精气神，不能入了他人的体魄中，这是不相容的。外穿的衣裤可以用水洗一遍，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一下，让灵气和能量散发出去后再捐出去。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那种旧衣服回收点，把不穿的衣物捐出去或者送人，让其发挥最后的价值，也是一种行善。06，为什么要定期更新衣橱？衣橱更新，运势提升，通过整理衣橱，随着我们阶段性的能量升级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当下的风格和喜好。比如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，很多的衣服会自动地被淘汰。适时的更新衣橱，不仅可以提升个人形象，也可以增强自信心，从而在生活中展现出更好的自己。当我们穿着自己喜欢的衣物，不仅感觉更加舒适自在，也会散发出自信的魅力，吸引更多正面的注意和机遇。大学中曰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通过整理旧衣服，我们不仅整理了物品，更是整理了内心。知止，即知道何时放下，这是内心定静的开始。当我们的心灵得到平静，我们便能够安稳地思考，进而获得真正的洞察与收获。衣橱里的旧衣服不仅仅是物品，它们与我们的磁场和命运有着微妙的链接。通过合理的处理旧衣服，我们可以清理磁场，提升运势，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认知提升的学以致用体现。记住，爱自己，从整理衣橱做起，穿上漂亮的衣服，让每一件衣物都成为你美好命运的一部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着装之道。愿你不断得到高能量的加持，散发出更加积极和吸引力的磁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